大家好，我是 Ethan。那这期很明显，摆在我右手边呢是前段时间大疆刚发布的 Pocket 4，而摆在我左手边呢是现在已经预热了蛮久了，但是现在正式发布的 DJI Pocket 4 P， 或者叫全称 Pocket 4 Pro 都可以。那这一期呢，我们主要来讲一下 Pocket 4 Pro 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那相信大家看了一些预热素材，也多少推测出了一些答案。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一期呢，相比于上一期我介绍 Pocket 4和 Pocket 3的不同的那一期呢，应该会相对来说会短一点，因为 Pocket 4有一些新功能 Pocket 4 Pro 也有，所以我这边不做重复的赘述。那大家如果想关注他们共有的一些新功能的话，大家可以看我 Pocket 4的这期影片。那我们今天着重来讲一下 Pocket 4 P和 Pocket 4有什么不同？那特别声明一下，这期影片大疆并没有给我赞助任何的推广费用，和之前我和他们的合作一样，他们只是给我提供了样品，但是并没有干预我的内容，所以请大家放心观看。这期既会有它的亮点，也会有它的不足之处。那很明显，他们在握持的部分，除了这个按钮 Pocket 4 P 这边是鲜红色，而4这边是橙色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侧面4 P 这边用红色印了一个4 P， 4这边是橙色的4，卡槽的位置，后面的防滑纹路，还有另外一侧的这些几乎都是一样的。那除了重量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区别 ，Pocket 4 P 因为头比较大一点，现在是双镜头的设置。下面这个是1倍的镜头，视角和 Pocket 4是一样的。上面这个呢也看到了，这里有一个3倍，它相当于是60毫米的等效焦距。那你就可以看到，UI 上4 P 这边多了一个1倍和3倍之间的切换按钮，而 Pocket 4这边是没有的。你如果触碰上面的1倍和3倍切换，它就可以在2个镜头之间切换。但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和4一样的这个放大按钮。按一下就是切换成另外一个3倍的镜头，按2下是在3倍的镜头基础上再数码变焦到6倍，再按一下也是回到这个1倍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镜头。下面这个等效焦距20毫米的这个1倍镜头呢，它是用1英寸的传感器，而上面这个3倍会稍微的小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小太多。如果你还想要体验更多的变焦倍率的话，你还可以在这边把它切换成控制变焦，然后你可以推它，它还可以继续放大，最多到12倍，相当于是上面这个3倍镜的4倍数码放大。虽然说到后面是数码变焦，但是这个画质的衰减完全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你发个朋友圈啊，发个社媒都是，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Pocket 4这边呢，虽然说它也可以数码放大，但是呢，它最多也就是4倍了。那相比之下，Pocket 4 Pro 的这个3倍镜也放大4倍，那确实是爽很多。那它的背后同样和4一样，也是有4个金属触点用来装补光灯，那它们的补光灯型号是一样的，可以通用。那在配件上呢，这次因为它上面的云台组件和 Pocket 4不一样，所以呢 Pocket 4的这个云台夹是没有办法用在4 P 上的。它的配件包里面也并没有云台夹这种云台保护的结构，但是如果你是 Vlog 套装的话，它会给你额外带一个这个遥控监看。我去大疆的店里对比了一下，它确实和那个刚发布那个手机云台，忘记型号是什么了，它的能拆卸那个遥控器屏幕是一样的，包括颜色也是一样的。那这次这个遥控器和4 P 也是可以一起使用的，在连接之后呢，它这个摇杆也是可以非常非常舒服的来控制它的云台，几乎没有延时，然后录制也是可以远程录制，这边显示录制了，这边也开始录制了。但它们两个的屏幕是不一样的，这个的屏幕相对来说没有 OLED 的这个屏幕质感好，所以可能在色彩啊对比度上，这个可能会和这个不太一样。但是这么小的画面，你也就是大概看个构图嘛，对不对？那这边你也可以做很多操作，比如说反转镜头，它的这个功能其实给的蛮多的，包括比如说追踪，都能追到，回放也可以回放，点电池可以查看2台设备的电量。那侧面这个开关同时也是放大按钮，可以切换2个镜头，按2下可以到6倍，基本上操作是一样的。整个设备相对来说轻巧，但是就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是因为它算是一个供应链配件，所以它和4 P 的颜色不是特别搭，而且有一些小的这种卡扣，也不是为了和4 P 这边有什么匹配，所以这些小细节在外观上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别扭，但是不影响正常的使用。那这个遥控就相当于是你多了一个图传出来，本身操纵这个云台的人也可以看着这块屏幕，然后可能被拍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一下角度。当我使用这个遥控的时候它的 WiFi 连接就会被这个遥控占用。我这边如果要用 Mimo，我现在用的是内测版，所以这个图片还没更新上来，但这边已经显示4 P 了，它就会显示连接超时，因为 WiFi 功能已经被占用了。那我再做个反向测试，我现在在连接手机的情况下开遥控器，
你看它就搜索不到了，等于说它 WiFi 图传只能一台设备。那很多人就会问，明明这个手机就已经可以无线连接，也可以实现转云台啊、录制啊都可以，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遥控器呢？那是因为 Pro 这条线它有可能使用场景并不是那种特别生活化场景，有可能是一个工作的场景，你手机有可能要去控制灯光或者是另外一些设备的操作，所以并不是任何时候手机都可以空余出来给 Pocket 用的。有一个自己的无线监看操控的一个遥控，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那分辨率和帧率 4P 和4是一模一样的，视频模式下最高 4K 60P， 低光模式下最高 4K 30P， 并没有之前网传的 6K 分辨率。但是说实话，我觉得 6K 并没有必要，因为它就是一台 Vlog 相机，很多人还是用手机来剪它的视频，所以以当下手机性能来说的话，一味的去堆这个分辨率的参数是没有意义的。那这次还有一个非常大升级，就是你在视频模式下滑出右侧菜单，在 Pro 开启的情况下点击色彩，那这次除了普通10比特、D-Log 10比特之外，还有一个新的伽马曲线 D-Log 2 10比特，那同样也是可以开启预览还原的。所以我这次也拍了一些它的素材，确实很震撼。D-Log 2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动态范围升级到了17档，你没有听错，一个消费级的 Vlog 相机能有17档的动态范围。那我也拿它和我的佳能 R52 C-Log 2曲线做了一下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们两个高光和暗部的表现，动态范围有没有它宣称的17档那么强。那我也测试了一些，比如说高光比的环境，室内这种我没有室内额外打灯的情况下，高光比能不能保留更多的细节？那确实可以看到，它这个 D-Log 2在这么小的相机下，确实是表现蛮不错的。但是你要说它能完全替代什么电影机吗？那我觉得还是不可能，因为毕竟小机器它不太适合这种工业化的流程。它只是可以，比如说作为一个小备机或者是一个特殊场景下没有办法用大机器的情况下做一个补充机位，但是确实这个表现确实是我觉得已经很不俗了。这次也是为了竞争放了大招。我相信大家最近如果有关注 Pocket 这个系列的话，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它和友商之间的博弈了。确实这次的市场策略是和大疆之前的往期的一些产品发布是不太一样的。那 D-Log 2的弱光表现出奇的不错，我机内降噪用的是默认值，而且并没有在后期增加额外的降噪，素材暗部细节的信噪比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理想。但是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如果你是在 D-Log 2的模式下拍摄的话，你的放大功能就失效了。它是 D-Log 2仅支持1倍的倍率，无论是上面的这个变焦开关还是这个变焦快捷键，都只能在1倍的这个20毫米广角下完成，或者你加了增广镜最多能到15毫米，但是它并不能实现 D-Log 2拍长焦特写。那这个确实是有一点遗憾，因为你既然用了4P， 那它肯定是长焦也会经常的用到，对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曲线它不能够给你提供长焦的支持的话，那就注定你的整个项目可能色彩是不统一的，你可能后期的调色门槛就会高一些。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如果是在普通 D-Log 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这边曝光是自动的情况下，我的 ISO 它是一个自动范围，对吧？我这边是400到6400，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因为我这个是工程固件的缘故，还是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和这些曲线有关系，有可能。我切换到 D-Log 2之后，我在曝光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哪怕我现在是自动挡，我的 ISO 并不是一个范围，而是手动设置，那就意味着你可能用户要具备一定的这个摄影理论基础，才可以顺利的操作这些东西。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拍摄并不是遇到动态范围不足情况下要来补，比如说暗部细节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你用D-Log 拍会比较趁手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Log 模式无论是 D-Log 还是 D-Log 2，它和普通10比特色彩拍出来的效果，在还原之后也是会不一样的。因为 Log 曲线一般最后出来的效果都是比较有电影调色质感的色彩，不会是709这种鲜艳的色彩。尤其是我这次也着重测试了一些 D-Log 2的素材，我就发现套上官方的还原蜡之后，其实整体的颜色还是比较灰的，所以我其实还有额外再多做一点饱和度的调整。所以 Log 的后期调色也是有比较高的门槛。
那接下来讲一下这个3倍镜头的一些细节。那这个镜头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它很完美的解决了 Pocket 4或者 Pocket 3之前缺少长焦端，你在 Pocket 4上最多只能放大到4倍，而且是有画质损失的数码放大。那这次3倍的这个长焦不仅能提供更清晰的60毫米等效的特写焦段，而且因为长焦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背景虚化，那这些都是我3倍拍出来的背景虚化，你甚至会觉得说，它可能是一个更专业的微单，而不是这么小的一个 Pocket 相机拍出来的效果。那这个焦段，比如说你是个探店博主，你用1倍镜头拍 A-roll 解说，3倍镜头拍食物的特写，那就太完美了。Vlog 的话也是一样，你任何的生活的点滴想拍特写镜头，直接切换3倍，甚至数码变焦最多到12倍，甚至你去拍一个演唱会都是完全没问题的了。那3倍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呢，我在官方的资料里面没看到，那我自己拿了一个易拉罐给大家测试了一下。那在3倍模式下，最近的我能对上焦的距离，我这里不严谨测试。我之所以说不严谨，是因为我不知道 CMOS 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只能大概比划一下是20公分或者是8英寸。那这个说实话，对于90%的，比如说你拍一个美食、拍个特写的镜头来说，已经是足够大的。但是如果你嫌不够大的话，你还是可以使用它的数码变焦，直接推到12倍，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接近微距镜头的画面。那这次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呢，就是它的这个滤镜。Pocket 3和4它都是磁吸式的滤镜嘛，那这一次呢，它改成卡扣式的滤镜。你看我在关机情况下，我把镜头前面这个组件逆时针抠一下，就可以拿下来了。它是一个卡扣式的结构，里面就是它的镜头本身，然后这上面有2片玻璃片，这2片是 UV 片。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保护这个里面镜头组件的一个玻璃片，但是它是有正反的啊，增广镜只能装在1倍的这个镜头上，装在另外一边是装不进去的。那这边是增广镜，这边虽然还是有玻璃片，但是这边并没有任何增广的效果，它只是保护这个长焦镜头。那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结构，我甚至前段时间带它在上海出差的时候，我都常挂了这个镜片，因为它只增广1倍的这个镜头，3倍特写是不改变的，也就意味着我在上海一些比较小的场景下，我用增广获得15毫米的广角，虽然有一些桶型畸变，但是说实话 Vlog 我并不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它带来更高效的构图我是很喜欢的，而且它不影响我长焦镜头，我所有拍特写我都不用像这个4一样，我要来回的来拆装这个磁吸式的镜片，而且4P 这次在关机情况下它是这个样子收纳的，它这个镜片是朝外的，所以我不需要反复的拆装这个，在我关机的时候我就很方便的从我的袋子里拿出来。那这个是这次4P 带的这个软包，那它的造型和4的软包是几乎一样的，但是好像稍微长了一点点，颜色上这个车线这边也从4的橙色变成了4P 的红色，做了一个区分。那里面的内部结构也是一样，主空间和一个侧兜。但是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在关机的状态下换这个滤镜。它这个卡扣，说实话，力气是需要蛮大力的。你看，你这样子会扭掉它的云台，而且你现在这样子没卡好的情况下，你要关机的话，这个云台的力气会把镜片甩飞出去。我来做一个错误示范。对，我之前就是这样子，这个镜片掉地上了。那这个可拆卸的滤镜设计，我个人很喜欢，相当于是一个可更换的耗材，你可以频繁的替换，不会影响到它里面的镜组。那话又说回来，这个东西因为结构成本都比磁吸滤镜要高，所以可能更换这个滤镜的成本也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如果你的拍摄场景是比较冷的状况下，这样子反复的打开的时候，可能会有冷空气进去，那这样子你回到温暖室内，它可能会在内侧产生雾，所以呢，它这次在菜单里面，相比于这个4，它多了一个镜头除雾的功能。那其他的一级菜单也是和 Pocket 4一样，内置存储也是给了103G， 4是107G， 不过差不多了，没差多少。那我现在这个机内还剩100G可用，我已经用掉3G 了。我这边拍 4K60P， 我这边还能拍摄1个小时50分钟的素材，基本上够你断断续续拍1天是没问题的了。那具体4P 这次2种套装的装箱配件，我也会把截图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发布不会有全能套装，取而代之的是 Vlog 套装，没有自带增广镜，无线麦克风也从 Mic 3变成了 Mac Mini 2，模式也和4一样。就是这几个，我不多做赘述。慢动作也是能拍到最多8倍，也就是 4K 240帧的一个超慢速，和 Pocket 4是一样的。因为这次有2个镜头了嘛，所以呢，它有一些地方是和4不一样的，比如说超慢速这边当前固件仅支持1倍镜头拍摄，低光视频这次很好，它可以直接进行1倍和3倍之间的切换。我右手的4这边呢，它是没有办法放大的。你看我摁这个放大按钮，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它只能用1倍来拍摄。
而 4P 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3倍仍然是激活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跳转到3倍镜头来拍摄。但是它并不是那种丝滑的过渡，我这边不能选择把这个摇杆变成推进，也就是说摇杆在低光模式下只能改变云台方向，焦段只有1和3，没有过度的什么1.5倍、2倍、2.5倍到3倍这种丝滑的变焦。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在低光视频模式下录制的时候，你是无法变焦的。它这边提示录制中不支持切换倍率，你必须停录才可以变到3倍。那照片这次也是有不一样的 ，Pocket 4这边最多在拍照模式下只能放大到2倍嘛。你在摇杆式变焦情况下，你再继续推也是没用，最多就是2。而 4P 这边你可以选择变到3倍，甚至双击变成6倍，或者再推，最高可以推到9倍。那分辨率和4是一样的，3300万横屏。1:1的话，3700万。那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这次 4P 这边呢，因为它的这个滤镜不是磁吸的了，它上面是有电子触点的，相机是可以感应到增广镜的。所以我在安装了这个增广镜之后呢，它会在电池的左边会有一个 Y 的图标，就代表有上这个滤镜。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设计蛮贴心的地方呢，就是它考虑到不同焦段下运镜的速度，比如说现在我是在1倍的镜头下，我转我的这个轴，它是这个速度。那我在3倍的情况下，我再转，我也是摇杆打到底了。而它这个在3倍的情况下，它的云台速度就会慢一些，这样子方便你去运镜去找东西。那续航和过热我也一起测试了，我在大概27度的室内温度下，我让他们以100%的电量，同时开始录制 4K 60P 的分辨率。那确实不出意料，因为 4P 这边它有2个 CMOS 在里面，而且它并没有主动散热，它只是镜头后面有一些这种散热的格栅，所以它在录制到32分钟的时候就出现了过热保护。而4这边我录到了76分钟，它才出现过热保护。那说实话我并不意外，因为这边有2个 CMOS， 并不指望它能录特别久的时间。说实话，半个小时对我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因为它就是个 Vlog 的机器，我不会拿它来拍 A-roll。然后我也拿测温枪测了一下它们分别过热时候的后面手持部分的最高温度，这台是54度。这台是53度多，接近54度，所以整体的这个握持的手感是类似接近的。我上一期 Pocket 4这期也说过，就是它后面用久了，虽然说并不会到烫手的程度，但是确实也是会让你出手汗，如果你握持久一点的时间。那续航的话，因为他们2个断断续续，两边一会儿录一下，一会儿录一下，然后最后我到完全录完没电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虽然有过热保护的干扰因素，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2台从100%到没电关机，我这边不严谨测试是2个小时15分钟。那耗电量的话，我这边拿过热保护之前的数据说一下吧。4P 还剩80%电量的时候，4这边大概剩83%，所以也差不多。那价格方面，在这里我做一张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说实话，因为很多亮点的功能 Pocket 4已经有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4P 这边，我觉得有一些不足之处。那首先，它的收纳状态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所以它的云台相当于是在它的软包里，就是没有像4一样有一个云台夹的保护。虽然说它已经有一些锁紧的措施了，但是你只要稍微用点力，对吧？你其实都是可以掰开这3个轴的，包括没有云台夹，你哪怕锁住的状况下，你如果在你的包里，不小心摁到开关，你是可以直接开机的。那这样子，我觉得在软包里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出现误触误开机的状况，但这个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能解决的东西，后续一定会有官方或者第三方的厂商推出硬壳的保护套，我也会蹲一个，因为这样子放在软包里确实是有一点危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遥控器配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其实机身上并没有 Type-C 的充电口，它是要用它自己专属的一个充电器在这里充电的，所以等于说如果你出差啊要带着这个的话，它得额外扯一根充电线。还有就是你在推变焦的时候，它在2.9倍切换到3倍的时候，会有一个镜头切换的钝感，不会那么的丝滑在变焦的时候。那这个是双镜头不得不接受的一个问题吧。那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前工程固件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调 D-Log 2的素材的时候，我还发现机内降噪并不是特别的稳定。那虽然说我在剪辑软件里面看这个屏幕是没发现什么问题的，但是确实可以从分量图上的闪烁观察到每隔几帧就会出现1-2帧的机内降噪突然消失的问题。那我作为调色师来说，确实在心理层面上我会觉得有一点强迫症犯，不知道这个问题后续的工程师老哥会不会修复一下。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当前工程固件下的一个 bug， 就是我在户外很亮
亮的环境下拍摄 D-Log 2的时候，我在启动这个预览还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预览画面可能会过曝。那因为我设置是自动曝光，所以我可以去调整曝光补偿。可是在我调整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从曝光补偿0档降到 1.3 档之间，我的预览画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可是我后期在电脑上看，我的曝光还是有调整的。那我在预览画面里，我要降到负的 1.7 档曝光补偿的时候，我的画面会突然暗下来。那也就是说，目前来说，这个 D-Log 2在开启预览还原的时候，在极个别的一些环境下，可能会出现预览还原曝光不准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在我拍样片的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困扰我，因为 Pocket 4P 它并没有内置示波器，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准确的监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后续的固件会修复，但是我也希望说大疆的工程师老哥在修复这个 bug 的同时，也加上了一些示波器，方便我预览监看。这个对于拍灰片来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竖拍模式也是可以1倍和3倍切换，但是还是和4一样，那2个快捷键会被挡住，有点尴尬。分辨率仍然还是 3K 60P， 并没有 4K。云台限位的问题，4P 也仍然存在，就是我把它竖着握持转到往左边大概40-50度的时候，它就会卡住，这个就是死区了。我再转，它就会跳出来一个云台到达限位，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拍摄，等于说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和4是一样的。那确实我在它发布之后，我也马上关注到了4P，我记得是在它发布18分钟之后，大疆就发布了它的预告，很多人说，哎，好像被背刺了，对不对？其实我不是这么觉得，因为4对我来说，已经对于普通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够用的功能了，甚至有一些功能都超出了普通人使用的范围，比如说满血版 D-Log 曲线。那这边普通人会喜欢的点，可能会是这个3倍镜头。D-Log 2我觉得它使用门槛是有点高的，所以我觉得普通消费者并不会因为 D-Log 2为它买单。但是3倍镜头确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它拍特写、拍人都可以拍出好看的背景虚化，这个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4P 到来会对已经购买4的用户造成一种背刺，因为毕竟你要获得更多的功能，你就要支付更多的预算。那手机也是一样啊 ，iPhone 有普通版本和 Pro 版本，对吧？好，那这一期就这边，希望能够帮助到对4P 有兴趣的朋友吧。那我们的 QQ 教育群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来做。